始了吗？哎，有人进来了。但这个评论就这样就好吗？我看这个评论它都是竖屏呀。没关系吗？就这样吗？等一下，这太多，这到底要这么看还是这么看？我想问一下各位，你是横着这样来直播比较方便，还是竖的比较方便？因为我第一次个人直，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哎。你们快竖着，他们都说竖着哎。竖着。都是让我竖着，我还竖着。好，对吧？这样是对的，是吧？竖着，OK， 好了 ，Hello， 那开始了啊，Hello， 大家好，我是Seventeen的徐明浩，对，也是青春有你的舞蹈教练徐明浩 ，D8， 对，我想大家也知道今天我为什么开这个直播，对，因为最近我的微博粉丝过了100万嘛，所以之前也有在评论下面粉丝说100万你要弄个直播，然后我说我可以考虑一下，对吧？所以我今天有时间，所以就为大家发一个这样的福利，直播福利，也是我第一次。这是啥呀？还能这么玩？好，然后也是我第一次个人微博的100万嘛，所以非常感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对，我以后也会更加的努力，希望以后到了200万、300万、400万、500万，也一直可以身边有你们的陪伴。然后最近如果说大家要是有什么想问的话，你们就留言到下面，然后我会回复你们。但可能每个人都回复不了，就是我看见啥我就说啥，好不好？然后这个好乱呀，我现在看的眼花缭乱的，这个不能怎么关掉呀？这个好，一会儿送，对，好像你们都在送我东西，非常感谢啊。看看评论有什么？吃饭没？我准备弄完直播就开吃饭，对。然后最近做些什么？其实最近的话就一直在忙着团队的这个回归，对 Seventeen 的回归，主打歌 Home，然后在回归的同时，也一直回中国去录《青春有你》的这个节目嘛，所以就是飞来飞去的然后对最近，然后这个回归结束了，最近在准备fan meeting， 就是我们团队会开一个粉丝的一个见面会 fan meeting Caroland， 最近一直在筹备那个演出，然后平时的话就每天都会拍摄呀，会做一些很多的事情，然后至于拍什么的话，我相信大家以后就会知道了。对，然后最近也是通过《青春有你》这个节目嘛，也多了很多新的朋友，对，有很多认识我的新的朋友，可能你们还不太了解我，所以我今天想郑重的自我介绍一下。对，首先呢，我叫徐明浩，然后我来自我的团队，我团队的名字呢叫 Seventeen， 然后虽然叫17，但是我们有13个人。为什么是Seventeen呢？因为我们团队里有3个小组，有一个是表演小组，还有声乐小组，还有 hip hop 小组。然后我在的团队呢，我在的小组是表演小组。对，然后13个人加上3个小组，再加上我们是一个团队，加一起是17，所以就叫Seventeen。对，然后如果大家对团队有兴趣的话，有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Seventeen，因为我对我们团非常有自信，我相信大家只要关注的话，一定会被我们的魅力所
感谢你们可以多多支持。然后最近也是青春有你嘛，首先青春有你这个节目非常荣幸可以作为舞蹈教练的这个角色去和训练生们一起完成他们的梦想，对，帮助他们可以快点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他们以后可以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然后在这个节目里呢，我就是把我在我团队里所有的经验，还有我经历的东西分享给他们，希望他们可以快速的成长起来，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然后我在这里也非常想再一次感谢一下我的团队，因为我觉得我能有这样的就是机会啊，还有今天能走到这里，都因为我的团队，因为我们的团队是17，然后在团队里也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也有助于我可以把我的这些经验分享给训练生们，所以在这里也想感谢一下我的团员们。然后接下来，好的，我们切入正题啊。因为是100万的粉丝福利直播，对，也是我第一次的微博直播，个人微博直播，所以有特意为克拉们准备几个比较特别的环节。我现在为什么看下面呢？因为我在看这个单子啊，这个台稿，准备了几个比较特别的环节。首先，第一个环节，我相信大家肯定会喜欢，它叫什么呢？照片大揭秘。对，就是每次克拉们看到我的一些照片或视频的时候，肯定都会有很多想知道的、比较好奇的部分。所以呢，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工作人员们就准备了几个有关的这个照片和视频的问题，粉丝们比较在意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就和大家一一解答。我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准备了什么照片。好，首先第一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要在手套上戴手表？其实这个穿着呀，我特别想跟大家就是好好的说一下。其实首先啊，我为什么这么穿呢？大家请看，我戴手套哈，一个紫色，一个粉色，它不符合常理的，你知道吗？然后穿了一个大花裤子，然后手里又拿了个箩筐，又戴了一个渔夫帽，然后还戴了一个眼镜，然后在这上面还戴了一个手表，多么的浮夸，对吧？多么的不符合常理。但是呢，其实就是想逗大家开心一下，然后就搞怪一下，就这样穿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用意，也没有什么，就是这个手表其实没有太大的用意，就是为了让大家开心笑一下。对，然后其实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这样一个就是拍摄呀，就是这个抓鸡，就是回体验这个乡村生活，然后非常的有意思啊。其实我看这个的时候，跟俊辉看的时候也是一直在笑，非常的就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吧，我个人认为。对，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问题。大家，俊辉的烤冷面，抓鸡靠的不是技巧，别抓鸡了，保重身体。好的，对，然后第二个问题，这是最近我在就是发的一幅画嘛，创作这幅画的灵感和原因。好，首先我想和大家说啊，首先我画画呢，其实就是个人感情的一个表达。然后我个人觉得我不会画画，然后呢，这幅画其实就是最近真的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做个人兴趣的一些东西，因为工作特别繁忙嘛。然后在这个晚上就有时间来做一些个人的，就想陶冶一下自己的情操，所以就放着音乐，然后就突然想喝红酒，然后喝着红酒就突然想画画，
所以就画了这幅画。目前这幅画其实没有名字。然后为什么画这幅画呢？就是因为马上也是要到春天了，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我说，为什么是绿色？代表的是生机吧，也是希望。然后黄色呢，其实代表我最近的生活，因为可能因为我这次的我们17回归的专辑的这个花也是向日葵，然后怎么说呢？我觉得向日葵也是有着非常好寓意的一种植物吧，所以就把这个黄色，我的想法就是向日葵。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我想画，然后我画完了之后，我就是想分享给喜欢我的人。然后因为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快乐，非常享受这一段时光。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画的好不好，但是我真的想把我快乐的瞬间，我认为美好的东西分享给你们，所以我就发到了网上。对，如果你们喜欢的话，我也会非常的开心；如果不喜欢的话，就可以不看，都看你们的心情，很随性啊，很随意。对，就是这样。然后，哇，第三张图是这个，看到这幅画的对比反应是什么？其实首先，我眼中的自己啊，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帅。我出门之前，我觉得我自己酷酷的，但我出门发现真的太冷了，怎么能有这么冷的天呢？你就冻成这样了，对，缩成一团了。所以真的要帅的话，还是要动一动。但是不要担心没有感冒啊，因为这个上班路加一起不到2分钟，所以动2分钟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现在评论很多人都说是企鹅、鸵鸟，什么要风度不要啥来着？太快了这个，不动东北话。其实我东北话都平时也不说，所以你突然让我说的话，我也不知道该说啥。成企鹅，注意身体哈。东北的话应该比韩国会更冷一些吧？哎呦，微博直播怎么看得我眼花缭乱 ？OK， 好，第3个，这也是最近的采访的一个内容。现在还是身高1.78米，体重58公斤吗？其实身高1.78米是半年前量的。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身高嘛，我只要穿上鞋的话，一定会超过1.8米，所以我就不太在乎我这个身高，反正都超过1.8米，他1.81米也是1.8米，1.82米也是1.8米，1.83米也是1.8米，1.8米也是1.8米，所以呢就没有量，也不太在意。然后体重58公斤，这个的话估计是两个月前我运动的时候我有量过，3个月前吧，3个月前对。然后最近我觉得应该会稍微少一些吧，因为最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运动，然后工作也比较繁忙，可能我个人会觉得会稍微再瘦一些。然后说到这的话，就大家都在评论说你太瘦了。我也觉得我瘦了，但他不胖，他有什么办法呀？说这话的时候也别打我，因为真的，其实想胖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最近呢，我真的控制自己，让自己多吃东西，就是有什么吃什么。所以之前很养生的，之前就是不吃油腻的呀，不吃辣的呀，然后不吃零食呀，不吃甜的呀，就各种东西都会控制自己。但是最近我去运动的时候，教练就说，如果你要想变胖的话，你就一定要多吃。你这种体质的话，你怎么吃它也不会太胖，但你不吃的话，它肯定会变瘦。所以呢，最近就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还是比较养生啦，但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虽然瘦，但是也不会体弱多病，就是也是很健康的了，很健康了。然后也会一直去运动呀，调整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但是真的想要长肉的话，我个人的话，我必须要运动。只有运动的话，我的肌肉才能就是增起来。
所以没有时间的话，就是想实现这个东西不太现实。但是以后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运动的。什么呀？突然来一个什么 PK， 这个拒绝吗？对吧？第一次弄这个直播，有很多事情都不太知道。哦，落了一个。哇哦，这个也是我们17发的一个福利嘛。这个甩被子的灵感来源于，大家有吃过印度泡饼没？这个印度泡饼啊，其实就是由这么一小块的面，然后啊越抛就越大。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就经常跟我妈妈去吃印度泡饼，我妈妈就特别喜欢吃印度泡饼，所以一拿到这个被子的时候，就想到了印度泡饼。然后这下面评论有很多人都说这个海底捞，我在海底捞没有点过那个面，对，所以是印度泡饼，大家的想象力也是很丰富呀，比较都是贴近自己的生活哈，然后下一个，还能做出小时候的动作吗？回答，做不出来。现在这个筋啊，就是好久都不压腿了。其实我小的时候，我从3岁半开始学武术。武术呢，就是强身健体，因为小的时候真的经常生病，然后很害怕人，所以妈妈就送我去学武术。然后你看我这个压腿啊，我小的时候我的筋就非常的硬，所以我压腿我整整哭了3个月，我每天压了3个月才把腿压好。对，所以小的时候真的为了练武术吃了好多苦。这个不能没吗？这个怎么一直有呀？总之就是小的时候，练武术，但是其实就是因为小时候吃的这个苦，才有现在的我吧。因为，通过武术啊，然后我的教练他练街舞，然后就开始教我们 breaking， 然后因为这个街舞，我去了北京上学，然后是因为去北京上学才来到了韩国，才加入了17，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是跟现在的我都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如果说没有以前的任何的某段时光，绝对不会有现在的我。所以也想和大家说，以前的你，就是肯定会做过一些后悔的事情呀，或者是不太喜欢的事情，可能你自己也不会太喜欢过去的自己，但是我觉得不要去。想那么多没有用的。我觉得之所以有现在的你，就是都是因为你之前有很多的过程，有做过了很多错事啊，有很多错误的东西发生，然后你去慢慢的改变，然后慢慢的努力，才有现在的你。你们才会坐在现在手机前面跟我一起聊天，对，然后就没了。这就是所有的这个环节，大家还喜欢吗？反正我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这样看照片，然后和大家一起去聊天的话，非常的有意思。然后下面进行下一个环节，是吧，工作人员姐姐，是吧？好，下一个环节，徐明浩 TMI 这咋念？就叫 TMI。这样看来，大家的好奇心真的很强。有很多问题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既然大家这么好奇，就马上进行下一个环节，嘟嘟嘟嘟，就是台词，就是这样的。徐明浩 TMI 是啥意思 ？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 information， 中文啥意思？信息太多。你知道太多了。我知道的太多了，不，你知道的太多了。然后我知道你们都想多多的了解我，对吧？好的，那现在就开始了。大家觉得我会选的哪个答案，也可以发在评论里，也测试大家有多了解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环节。我第一次说，姐你可以声音出演，没关系的。
来，姐姐你声音出演，我来回答问题好不好？第一个问题，早晨设置闹钟时，设置一个 B 连续设置每隔10分钟响的。2个问答这个全都错了，我设置2个，然后呢，就是一个是，假如就设置2个，然后会3分钟3分钟，对，就2个，好。2. 刷牙的时候，牙膏上沾水，牙膏上不沾水。我是不沾水，因为这啥呀？上面这啊 B 牙膏上不沾水，因为我的小时候妈妈看电视，她跟我说，她说在刷牙的时候，这个牙刷不沾水的话，会对这个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那个已经是10多年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啊。总之我一直都是不沾水，因为我妈妈说那样的话会对更好一些。好，下一个问题我来了。好，下一个问题啊，买东西的姐你来。3. 买东西结账时会不会用会员积分 ？A 会 ，B 不会。不会，因为我买东西的这个场所都分散的太乱了。B 不会。4. 结账以后会拿收据吗 ？A 会 ，B 不会。不会。5. 还有5呀，好，5。以下菜品更喜欢 A 锅包肉 ，B 地三鲜。地三鲜嘛，不太喜欢吃锅包肉。6. 以下水果更喜欢 A 西瓜 ，B 草莓。我2个都超喜欢，但是2选1的话，选 B 草莓。7. 吃火锅时必点的配菜 A 腐竹 ，B 茼蒿。都点，但是腐竹会吃的更多一些。B A。8. 旅游的时候会选择 A 有山的地方 ，B 有海的地方。我2个都会选，它也可能有山有海啊，有山有海有树林，多好呀！其实山和海我很喜欢大自然的，所以我在中国的话，我想旅游，我想去真的是海很漂亮的地方，比如说海南岛呀，还有云南，因为我觉得云南的就是天然的这个自然风光真的很美，然后还有客栈之类的东西，想去旅游。会不会定期删除手机里的照片 ？A 会，手机输入法是 B 9宫格，对我是一直都用9宫格，就没了。这个节目可怎么就是这个环节怎么觉得好，下次考虑可不可以要这个环节啊？各位觉得这个环节怎么样？有点迷茫，这个环节，不要了，别删呀，很好，我觉得可以。好，那就还是夸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姐姐啊，他们非常用心的弄了这么多，对，非常感谢他们。那这样下次的话，我觉得如果我要这个直播之前，我可以和大家就是发一个微博的这个文字，然后你们可以在下面说一些你们想问的问题，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想让我在直播里说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会更有意思一些，是吧？所以下次如果说还有这样微博的直播的话，可以先发一条微博，然后大家你们在下面随便留言，就是想要关注的东西啊，想要问的东西啊，然后就是各种问题全都可以问，然后我也会看，然后也会让工作人员他们姐姐们去筛选一下，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好，然后下一个环节特别任务特别任务，姐你特别任务弄得这么神秘，特别任务测步器数值达100个，配合音乐 Home 第一段测步器数值达到100个，误差为17正减，然后失败的话就移去土味情况。所以我现在要跳舞是吗？就是你放音乐我来跳舞，我这个要放吗？
放这的话，我不要这样吗？那这个谁来录呀？那我这样吧，这样。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那你放音乐吧，就是要高潮部分。哒哒哒哒。大点声，大点声。OK。太慢了，还是自己动。OK。好，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好像失灵了，它27，所以就证明我是27，怎么可能会？好吧。失败了。土味情话。其实土味情话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但不是土味情话，就是我最近看书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我说了啊，当风正起飞的时候最好有风，当船靠岸的时候最好有人牵，当我的左手放下来的时候最好身边有你。但是真的，我看这段话的时候，就是有画面感啊，所以我觉得这不是土味情话，我觉得还是很浪漫的，真的。那本书叫啥来着？哎，我还真的看书经常忘书名，就是经常看里面的内容，就是也是看跳着来读，就是我感兴趣的我才会去看，所以觉得怎么样？但我跟你讲，我真的不太会说这种东西。你们团里谁会说？我跟你讲，我团里呼吸哥真的，他说这些东西一套一套。然后队长也很厉害，然后刷哥也很厉害，说这种情话一套一套。我也挺会，你们喜欢就好，但不要经常让我说，好不好？偶尔我还为你们可以说一次，经常让我说的话我就累了。好，这个环节就结束了。哎，大家，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在这个台本上，他给我列了2个土味情话，就是工作人员姐姐写的，有多土，我给你们说一下。我对你的爱，就像拖拉机上山，轰轰烈烈，这真土。谁像？你吗？绝了！我还是喜欢你，像小时候吃辣条不看日期，所以小的时候才经常坏肚子呀。这就是辛苦你了。OK， 现在我弄几分钟啊？我说几分？30吗？但按理来说现在就结束了，但是它结束的话，是不是粉丝就是你们，是吧？那就再陪你们聊一会儿。不行啊，不要，好，那就再陪你们聊一会儿吧。那就你们这样吧，你们就发一些评论，然后我来读，好不好？
你们如果看到啥，你可以跟我说。徐明浩，你就这样看姐姐吧。好呀，那我很轻松。典型天蝎嘛，你们说啥是啥。下次带志勋入境，有机会当然想呀。你以为我不想吗？我多想带着我的团员可以回到我的祖国一起去为你们表演呀。但是你们后面的你们自己想吧。还有啊，最近大家就是一直说我这个头发嘛，其实呢，我个人呢很想染发，对，想换发色，但是这个有很多不可必要的这个因素，所以我知道大家都很想，我也很想，但是有很多因素真的目前的话就是比较困难，对，然后至于后面的头发呢，其实再等一等啊，不要急。其实我后面头发很短了，你看一点都不长，你看它就是你看它就这么短，它这么短，我前面头发这么长了，这么短，因为我脖子它很长呀，所以这个头发后面稍微要有一些，它才会比例比较协调。但是如果说想换风格的话，其实我也有那样的想法。还会有下次直播吗？看你们的表现。今天的时尚穿着，今天好难听。今天其实就是穿的很休闲呀，就是一件毛衣，一个裤子一条裤子，然后一双鞋，反正对，就是比较放松今天，然后期待国内的演唱会，那是我的梦想。文俊辉烤香肠，他最近还在这个宿舍经常烤香肠。答应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你们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刚进来，嗨，你在哪里买衣服？这个的话，其实我买衣服的话，我都是通过认识的人，然后我在网上我会查一些衣服呀，一些牌子，然后就是有朋友，然后让他们帮我买。然后像平时的衣服的话，会个人的这个服装师会去做一些准备啊，我想穿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去尝试的一些风格，我会找很多参考，然后会把这个意见给我个人的服装师，然后他会帮我整理这样的。因为说实话，我去年的话真的买了很多衣服，但是发现穿几次它就真的怎么说呢，就有点如果一直买的话，就是比起浪费的话，其实心情很好了，所以不能说是浪费，就感觉会有一些怎么说呢？总之就现在的话不怎么会太买衣服，但是偶尔会买一些比较需要的东西，就比较特别喜欢的东西肯定会买，但平时的话几乎都是按照我的风格，我个人服装师会帮我去做一些准备，是这样的。然后大家也别着凉了。其实我最近就是感冒，一直有这个感冒的感觉，但是没有特别的就是严重，所以现在嗓子的话也不是很舒服，但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换季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这个好好调节自己的身体啊，一定要注意身体，身体是最重要的。然后学习有很多学习的孩子，也不是孩子了，就是学习的朋友，想让我鼓励一下，希望你们可以加油啊！虽然学习不是不应该这么说，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得做一个国家的好栋梁、好花朵啊。然后在学习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还有评论说会不会做菜？我之前的话会做菜，但现在的话已经好久没做了。但基本的话，像韭菜炒鸡蛋呀、鸡蛋炒饭呀、鸡蛋饼呀，然后，会做，但是我不喜欢做菜，我还是喜欢吃别人做菜。撒娇不。你，喜欢狗狗还是猫呢？我喜欢狗。小八还会尝试其他的物种吗？其实有时间的话，真的会想尝试很多的物种。然后，像之前也跟我们的表演队，我们4个人也有去学 popping， 但是因为时间没有太多，所以学了一段时间就又准备一些东西啊，就没有继续再学。然后之前也有跟Vernon 一起去学 freestyle， 对，然后但是也是因为时间没有太多，然后就学了一些就放下，因为工作比较多嘛。所以就是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经常去尝试新的舞种，这样的话才会一直融入到我的舞蹈里啊，会让我更加进步吧。平时都带保温杯嘛，里面会装些什么？其实保温杯呢，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廊坊，就是在大厂的时候会带，因为相比较来说，那边的空气比较干燥，然后一天讲的话也要讲很多的话，所以嗓子会特别的干燥，所以在大厂的时候会用保温杯，但是来到海外这边，韩国这边的话就是多喝水，每天的话就是比较多喝水。吃谁做的菜？吃饭店厨师做的菜。撒娇不。今晚直播完要吃什么？今天直播完呢，因为我之后还有练习，就是具体练什么呢，我就不跟你们透露了。总之有练习，然后就拜托经纪人哥哥让他买中国菜，帮我就是带一些中国的菜来吃。唱夜半雨，好呀。大雨淋湿的街头，行人寥寥无几，不会为我停留。以后有时间的话，我真的想好好给大家唱一首这首歌。然后，书单，我最近有看了一本书叫《听我说还是听你说》，总之是听谁说，就是那一本书，对，也是很好的一本书。有没有考虑做自己个人的品牌？其实这个的话，我以后的话肯定会做的，因为本人就非常喜欢时尚上面的东西，就是也下定决心了，以后一定要做自己的品牌。但现在的话，我个人还是会以目前的工作为主，因为现在这个还没弄得特别好，就是想别的话是不是就多余了？所以以后的话，如果真做自己的品牌，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哦。但估计很久年以后吧，很多年以后。还有啥？你们继续。唱拍手。别介意，别介意，一眨眼周末过去，时间不等我，不等他，也不等你。THE to the A， 不啦不啦不啦，对不对啊 ？THE to the A。记性真的不太好。你是什么时候喜欢开始画画的？我是从2017年的12月或者是11月左右开始喜欢画画了，然后在那个阶段是画的
最多的，因为那段时间是我个人的一个空白的期限嘛，然后在那段时间里，为了调节自己的心态，就开始喜欢上了画画。对，其实像现在的话，其实画画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哦，就准备水，真好。其实，在这个画画上呢，我个人不太喜欢画的，就是特别就是如果说长这个样就要画这个样，个人的话不太喜欢这种那样的画。其实画画的话就是一个个人的这样一个感情的一个释放，然后比较喜欢颜色，比较喜欢色彩，所以才会这样喜欢画画吧。对，所以我也不觉得自己画的有多好，对，就是喜欢了。还有啥呀？抽象派，反正你们喜欢的话，什么派都行。规规矩矩的，对，不太喜欢画规规矩矩的。小八，打算什么时候再发单曲啊？其实像音乐上的东西的话，我个人会一直去做，但有机会吧。其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特别的要去怎么样，因为还是在成长的一个阶段，然后会一直去学习，然后去接收大量的信息吧。然后这上还有写，在练 B-boy 的时候磨破了多少裤子。其实，在跳 breaking 的时候之前，差不多1个月就会磨破一双鞋。裤子的话就是运动裤子，破的话我妈妈会帮我补上，然后继续。对，因为真的很磨鞋磨裤子，真的。多喝水，好。做你想做的，大家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以后有机会有想拍戏的打算吗？其实，我不会演东西，我就是不太会演，但是也以后很想尝试演戏。我其实想演校园剧吧，因为我的校园生活到初中就结束了，所以就是以后想尝试校园剧，对，因为想尝试一些，反正就是其实拍戏这种东西，绝对不会去想拍戏，但是如果说以后真的是以后啊，有机会的话，当然愿意尝试，我愿意尝试所有新鲜的事物。现在在韩国嘛？对啊，现在在公司呀。腰伤还好吗？最近的话现在的话其实好很多了。对，小八你居然把拍手的歌词忘了，扎心。对不起，你们可以去看视频。怎么当上练习生？这个过程的话，就是我之前在北京的一个艺术学校嘛，然后在那边上课，之后呢，就有人一直在门口看，也没有当一回事儿，因为其实上课的时候就经常会有人在外面看，对，因为有很多人喜欢跳舞的那样的，就是看跳舞嘛，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儿。然后就之后结束了，就突然过来用生疏的中文对我说，他们想要拍一段视频，然后他们是 Play This 的人呀，然后公司有谁有什么前辈啊，就跟我说，然后当时也没有太当一回事儿。之后就拍完一段视频，他们说会给我信息，我就已经都忘掉了。然后过了2个星期，就真把这消息过来，然后我好好考虑了一下，有前途呀，有发展呀，然后就我也真的就是跟着我的心走，就来到了韩国这边做了练习生，然后就做了17就出道，然后现在就跟大家这样去直播。不要吻戏，这个的话我肯定控制不了。如果要是有这个拍戏的话，这个得看导演。
觉得今天说了好多，也不知道今天大家怎么样，开心的话，请开心，继续开心。哦，最重要的事情忘记说了，今天结束这个直播，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不要一直看手机啊。可以休息一会儿，喝个茶呀，陪家人说说话呀。有狗的陪自己的小狗狗就玩一会儿啊，然后或者自己看看书呀，就干嘛了，反正就不要一直看手机了啊。然后一会儿呢，就会这个《青春有你》就会播出，希望大家可以去支持《青春有你》里面的训练生。对，因为真的，说到这的话，真的也想为他们加油一下，因为和他们就是相处的这段时间，也让我重新找到初心的感觉吧。因为和他们在一起，看到他们每日每夜这样不停的练习，就让我想到我之前训练生的时候，然后也感觉他们真的很辛苦很努力。虽然努力和辛苦不能代表什么，但我觉得这一定是成功的一部分，就是在成功路上的一部分，也必须要经历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每一个为梦想去努力奋斗的人。然后怎么说呢，就希望大家以后也可以开开心心，然后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梦想，大家也可以努力奋斗。对，每一个有梦想的人，每一位努力的人，我觉得都值得尊重。对，所以加油，各位训练生们加油！相信你们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对，加油！我也会尽我的所能去帮助你们。那这样今天就到这吧，然后以后有时间的话，我肯定还会和大家见面的。姐姐，工作人员姐姐让我比心，好。好，然后记得吃饭，注意身体。好，就这样吧，拜拜，朋友们再见。这该怎么关呀？等一下，咋关呀？这个。